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的时候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把那个中啊，比方太极拳它最讲中嘛，手中嘛，那手的中是什么？是中线呢？是中线呢？还是重心的平衡呢？还是什么？好，这样子的一个圆运动啊，我再给你们念一段，是这本书里面的太一生水的。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一个宇宙生成的观念，宇宙是怎么形成的？他说太一这个大啊，就是最早时候念太，也有人直接念大了。太一生水，太一是什么？太一就是很大的一，很大的一，就是道生一啊，产生出来的那个很大的一个宇宙开始生成的最开始的那个可以生长、可以创造东西的那个叫做太一。先生的是什么？先生的是水。这个里面很有趣的一个观念是什么？水反腐太一，水生出来了以后，它跟太一融合，去供给这个太一，而生什么？而成天。水回去反腐太一，它们两个的结合生成天。天反腐太一，这个时候的天是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太一跟水的，是不是？它们生成了地。天地互相辅，天跟地之间相互运作，以成神明。神明是什么？把它看成是灵啊，而天地之间产生了灵了啊，这个东西，灵是什么？一个生命的起源啊，生命起源。神明相辅以成阴阳，神明相辅表示什么？表示神明不是一个。他们天地之间的互动产生了很多那个灵的因子存在了，生命的精神性的生命的因子存在了，这些因子相互作用产生了阴阳。所以在他这个观念里面，阴阳是在这个时候出来的，是在天地后面出来的，而不是在宋朝以后的观念是太极生两仪。太极直接生出两仪来，两仪就是阴阳嘛。然后我们用两仪来说这个天跟地，所以以他这个观念来讲啊，阴阳是在后面。阴阳形成阴阳先有什么？先有太一不讲了，有水，有天，有地，有灵啊，这些相辅成阴阳。阴阳相辅，阴阳相互运作，成为事实。事实是什么？就是这个春夏秋冬，这个时候四象出来了，这个是对的。两仪生四象，不是对的，就是跟后面是一样的。事实相辅成寒热，春夏秋冬，它是在他这个观念里面，它是冷热之间的搭配，热到冷，冷到热。这个过程，事实相辅成什么？成寒热，冷跟热，冷热出来了以后，寒热出来了以后，相辅成什么？湿燥。湿燥是一个现象，是一个寒热产生出来的物理上面的现象了。懂不懂？寒热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形容，是一种天气的温度的状态，由温度状态的变化。水汽的凝结跟水汽的过多而产生出湿燥，湿燥相辅以成水，湿燥互相的影响变成什么？一年。所以我们讲的一年是什么？我们讲的一年是不同程度的湿燥，这个要非常注意，就是说对我们运动练拳养生健康这个观念很重要。就是以前我们对一个时间、对一年、一个月、一天，对它的认识是什么认识？是时间上面的认识。
春天就春天，夏天就夏天。我们感觉的是这个时间的流动，是不是这样子？那时间的流动跟我的身体有什么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嘛，因为这种认知。可是现在不是了，他这个观念是什么？所以岁是什么？是湿燥的不同。就是说你在每一个时间段，你在冬天的时候比较湿，慢慢冬天转春天转阳了以后，那个湿慢慢走了，慢慢走，后面慢慢转阳，变成比方到夏天了就变成比较热，或者说夏天下大雨，反而什么？反而湿又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这个观念以后，我们对这个时间的认识，跟你到一个地方练，在什么时间练，你的体感，你要去认知的是什么？你要认知的是那个湿燥的程度。就现在讲的湿度，什么样的湿度对我们是好的，什么样的湿度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思注意点就变了。那中医治疗是什么？中医治疗其实就在治疗这个寒热湿燥，就我们身体里面的寒热湿燥，造成病的就是寒热湿燥的不平衡嘛，所以这个是它一个形成的一个宇宙形成跟人生它的人生的一个观念，那也就是这个。所以这个里面出来一个东西，中的产生。所以中气是什么？他说中气为轴嘛，中气是轴。所以中气是一个什么？中气是一个垂直线的中，还是水平线，还是什么？它是一个轴，它是一个圆。它是一个圆，中气是一个这个区域的一个圆形的能量。那一般它画成这样子，它这个样子呢，这个形状左旋的这个形状又是什么？又是宇宙太阳系里面能量的旋转所以它是一个能量的所在，先天跟后天。能量存在这个地方的所在，所以我们练的时候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把那个中比方太极拳它最讲中嘛，手中嘛，那手的中是什么？是中线呢？是中线呢？还是重心的平衡呢？还是什么？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如果认为中是一个中线的时候，你在练太极拳的时候，你注意的就是什么？你注意的就是平衡，你注意的是平衡。如果说我们认知的中是这个中的话，我们认知的中是这个中的话，那完全不同了。所以真正太极拳讲，它是太极拳讲，他说运转如车轮嘛。它是以中来运转身体嘛？那很多人讲运转身体是什么？是用腰用腰，认为腰是中那如果认知到这个的时候呢，就不是了。你的中是横膈膜以下、肚脐以上里面的这个区域。那这个区域为什么是中？因为以我们体，以能量体，因为能量是在我们这个范围内嘛，以这个范围来讲中的话，这边是中。我们以整个肢体来讲中的话，这边是中，是吧？所以有人说这边是下丹田、中丹田、上丹田嘛，所以以这个整个能量体来讲的话，这个区域是中。所以我们如果练太极拳体会到这个的话，认知到这个时候，我们在练太极拳的时候，我们的注重点就不一样了。
所以守中，杨澄甫把他的大儿子取名杨守中，杨守中。那杨家太极拳也很强调守中，守这个中啊。那道德经里面也讲到很多要守住这个中，这个中是什么？一直有很多的说法的啊。那从这个看呢，就是守到最原始的这个能量，这个。所以你把重点放在中线是一种观念，放在丹田下丹田是一种观念，放在这里是另外一种观念。这样有没有懂？你放在这3个不同的地方认知的中，你练起拳来，完全不同啊！所以太极拳是以什么？以这个来运这个。八卦拳是什么？我为什么说你要先练八卦拳？八卦拳是用这个来建立这个，这个建立这个以后，这个才可以运转这个。这样没懂？到这边有没有懂？这就是2种。我为什么说它出于道门是2个不同的方向？从这个看，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样子所以八卦拳的目的是你是一个运动，你什么都没练，你从一开始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要用你的外肢的动作、四肢的动作来建立起什么？建立起中。中为什么需要这样子来建立呢？以这个来看，这是一个混沌嘛。我们讲太极是一个混沌嘛，是一团能量，不管是星云也好，什么东西也好，一团能量在那边转嘛，是不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它没有中，就是你拿一个水杯或什么你随便动的时候，它很混乱嘛，它没有中的。可是当你的这个转动慢慢进入到一个规则性的时候，那个中就出来了，形成一个中央的，比方漩涡啊或者什么，是不是这样？你打陀螺也是一样，你陀螺刚打出去的时候，它会晃动，它没有中嘛，慢慢它晃动成为一个规则了以后，那个中就出来了。所以一开始的中是怎么形成的？一开始的中是由4边的能量稳定了之后，它自然形成的。那当中形成了以后，中的离心力形成了轮，形成了外围，运动的向心力形成了中。听不懂？所以他们是一体的。所以你最后是什么？你最后是中。你最后是有一个强力运动的中。当有一个强力运动的中的时候，四周自然变强了。听不懂？对我们练拳的来讲，对我练八卦拳、太极拳的来讲，这就说明了很多东西了。以上到现在同意吗？或者有没有懂？所以我说这些拳啊，这些拳，太极拳、八卦拳，它是先有理才形成术，它先有思维，然后形成什么？形成方法，形成方法。
他要用这个方法来表达那个思维，或者用那个方法来实践那个思维。先有理才有术，这个是太极拳跟八卦拳。中国武术发展到越高峰的时候，它是这样的形态，这两个拳是这样形态产生的。所以你必须要了解什么？必须要了解它的理。你那个术才有什么？才有一个依规。我的术，我练的东西要符合这个理，是吧？而不是术，因为术没有，术有很多种术，我讲嘛，技术的东西，它是因时代的不同，因对象的不同，因时间的不同，因各种民族性的不同而有改变的。所以术的依规它会变的，它会变的。可是理的依规它不会变。听没懂？所以有了这个认知了以后，你们其他的听不懂没关系。第一个要认知的，或者你可能还不是把它当做一个正确的，可是你可以你起码可以有一个方向可以去体会它。你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去体会它。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这个。横膈以下，肚脐线以上这个区域，去保守住它，或者我们在练拳的时候注意到它，注意到这个中。我在练这个时候，我是伤害了这个中，还是我在建立这个中，还是在养护这个中，还是运用这个中？晓得吗？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就是它跟它的关系，轴跟轮的关系，它们相互影响的关系。我现在在做一个动作，我现在在做一个动作，我这个动作是由轮来影响轴，还是轴去影响轮？这就是一般讲的什么根跟梢之间的关系了。在武术里面就是根和梢的关系了。听不懂？所以了解了以后，现在练拳你只要注意到这个就好了，注意到这个就够了。然后在平常我们的生活当中注意到这个湿燥，湿燥相辅以成睡啊。好。